今晚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还不能让文景碰你，那你医院里的奶奶也别想活下来。老夫人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这是合欢片，半个小时后药效会发挥。姑妈，把衣服给他。男人嘛，都是视觉动物，你穿的这么保守，猴年马月才能碰你。今晚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秦少爷，唐宁，老夫人对我下了命令，今晚必须要和你圆房。你被下药了？秦少爷，谢谢你，我不会告诉林小姐的。秦家养着的媳妇儿可真是大方，跟自己的男人睡觉还得瞒着小三儿。你不是秦文景？哦，你说那小子，这会儿说不定跟哪个女人翻云覆雨。你是谁？你不是秦文景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唐小姐，你像饿狼一样扑向我，我哪有机会啊？你可以拒绝啊！我为什么要拒绝啊？秦少，3天后不就是订婚宴了？干嘛还来找人家？这不是趁着订婚前来找你寻求点刺激吗？一想到以后要和那个无趣的女人订婚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快走，秦文景要进来了！秦文景来了，你快走！我为什么要走？最重要的是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宝贝儿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拥有你了。唐宁，
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是老夫人让我过来的。你不会在我房间里偷人了吧？我没有。不要！不要过去，危险。怎么？你竟然不从窗户逃走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是你的人啊！你一个丧家之女，攀上了秦家，可不得脑子儿紧八点吗？见得不到秦少的心，就随便找个野男人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。没有。算了，他有多喜欢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他奶奶还在咱们手里呢，他怎么可能敢勾引野男人？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会碰你吗？滚啊！奇怪了，小时候不是说今天要过来找我吗？怎么还没来？不管了，咱俩的正事最要紧。一个小三生的私生子，老妈没用，老爷也不重视，活得连个乞丐的。我要是他，一头撞死好了。小畜生，还敢动我！你们这群坏人，快给我住手！再敢欺负他，我就用手枪把你们打跑！快走快走，别惹事儿。你疼吗？你怎么这么没用，还让他们欺负你？要你管！以后我罩着你，我就是你的老大。你好，我叫唐宁。小唐林，你救了她，可是以后要嫁给他做新娘子的。嫁就嫁，反正他长得那么好看，我又不吃亏。这小没良心的，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。他要是进来了，他知道了会告诉秦老夫人的。我帮了你没什么好处。再说了，这么高的楼，你怎么不跳啊？往后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肯定都答应你。是吗？曹小姐，那你可要记住今天说的话啊。唐小姐，怎么一下床还不认人了？别说了，上车。你不会还想要吧？我说，上车。张小姐，你这是想对我用防狼喷雾啊？我这也是为了自保。你要是不想扶我上车，我也不会。我说让你上车，有没有说别的？唐小姐该不会是对刚刚的欲求不满吧？没。开车。去哪儿？当然送你回家了。不要！要是被钱老夫人发现我坐了别的男人的车，那我就完了。
你这句不要，没有床上动听。老实点儿，不然我不敢保证我们的事情不会被别人发现。看样子你成功了。那我奶奶她……你奶奶还在医院里，等你什么时候怀了文景的孩子，我就什么时候给她做手术。是。不争气的东西！3天之后就是订婚宴，好好打扮，别给我们秦家人丢脸。可惜了，你孙子对林恩静情深意切，你费尽心思准备的药，便宜给了你孙子以外的男人。为了奶奶的病，只能铤而走险了。可他到底是谁啊？安静！没事吧，安静？没事。传闻秦小少爷不喜欢自己的未婚妻，看来这是真的呀。听说唐小姐在秦家不仅耀武扬威，还限制秦少和异性说话。哎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私生活还混乱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？文景哥哥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过来敬姐姐酒，但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我没有看到姐姐伸出来的脚。秦文景，林安静，看来你俩没少往我身上泼脏水造谣。不是唐宁，你有完没完？我都同意跟你订婚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斤斤计较？我是发现了，你这个人不仅恶毒，而且还小肚鸡肠。算了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为了奶奶的病，不能直接翻脸。各位，秦文景先生和唐宁女士的订婚宴正式开始。侄子订婚宴，怎么能不让我这个小叔来参加呢？这不是我3年前那个男人吗？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小叔，秦思年，这是我们秦家的宴会，不欢迎外人。秦思年，就是那个和秦家断绝了关系的私生子，江城人人得知的疯狗。原来我那天睡的是秦文景的小叔。哎，我这都干了什么事儿啊？秦思年，你干什么？我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，当然是来抢人的喽。哼，秦思年，这是我们秦家的订婚宴，哪来你的女人？不就在这儿吗？是吧，侄媳妇儿？秦思年这是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林家千金是你的女人，不然呢？她那是这位啊。林大小姐昨天晚上旁上了我的床，说好对我守身如玉的，
这怎么今天就和别的男人投怀送抱了？这没想到林大小姐长得如此清纯，私底下这么骚啊！小叔，你们睡了？大侄子，别担心嘛。我不会对这种脑袋空空、不懂得审时度势的蠢女人感兴趣的。说是为了我守身如玉，指不定在跟哪个男人在床上欲仙欲死呢。你别胡说！对了，是有一件事儿，给二位新人送上一份贺礼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过来！这搞了半天，这外边乱搞的是秦家小少爷啊！太劲爆了，当众被人戴绿帽子，唐小姐怎么能忍啊？你懂什么？唐家当年出了那档子事儿，唐玲玲嫁给秦家，那都算是攀高枝儿了。哎，就算戴绿帽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哎，唐小姐，说句话呗。奶奶还在医院，这门婚事不能取消。男人嘛，沾花惹草的很正常。我既然要嫁进秦家，就要做好秦家少夫人的位置，也要多向妹妹学习，得到秦小少爷的喜欢。这媳妇儿真大方啊！唐娘，为了奶奶的病，你要冷静。医生，我奶奶她怎么样了？病人的大脑半球严重受损，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全部丧失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植物人。那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奶奶醒过来？如果进行手术的话，还是很有希望。就无论什么代价都救。手术费需要7位数，你趁早下决断。7位数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的生辰八字与我孙子秦文景契合，我要你嫁到我们秦家，并为文景生下一个孩子。爸妈被害，我只有奶奶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也要救奶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为了奶奶，我必须走下去。唐娘，唐娘，放开我！唐娘，唐娘。唐娘，你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就帮你。
见死你！我求你，我不想让他看见。三娘，你在厕所吗？宝贝儿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小叔，是你在里边吗？小叔，你看见我未婚妻了吗？看见了。帮你和那女的活中国视频的时候，侄媳妇儿不就在旁边看吗？还不走啊？想现场再看一遍吗？疯子！那天晚上可不是这么喊的。你给我闭嘴！那天你说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现在我考虑好了，做我的情人，以后跟着我。我对自己的女人啊，可大方了，或许还能帮你收拾那帮人。前言的条件触及了我的底线，我不答应。拒绝的这么果断，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来求我？放心，这辈子都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病人呢？病人去哪儿了？你们说话！你不是病人的家属吗？病人白天就被家属带走了，说是别治了。不治了。你以为你卖惨就能让我把你奶奶送回医院？老夫人，你让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废物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。今晚无论如何把文景给我带回来。要是再出现白天订婚宴上的那种花边新闻，这辈子你就别想见到你奶奶。做我的情人，以后跟着我。我对自己的女人啊，可大方了，或许还能帮你收拾那帮人。你们干什么？抱歉女士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是钱家未来的少夫人，连这家酒吧都是钱家的产业，为什么我不能进去？
这都是秦小少爷的意思。秦小少爷吩咐了，唐宁与狗不得入内。你们。 秦文景会在哪一间呢？干嘛？唐大小姐穿成这副样子来 KTV 是来艳遇的吗？哎，别走啊！秦文景不喜欢你，那是他没眼光。你放开！你不如跟着我，我喜欢。放开！你放开我！ 贾秀婉，我可是未来秦家的少夫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秦家老夫人找你算账吗？你还以为你是3年前的唐家千金大小姐呢？你现在只是秦家买来的女人。秦文景不喜欢你，秦老夫人也只是拿你当生育的机器而已。我想睡就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啊！我的耳朵！ 秦爷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秦爷，救我！贱人！秦爷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有空管这种破事儿？秦爷，你看这丫头穿这么骚，来这种地方能有什么正经事？这送上门的，哎，不要白不要啊！没出息，你早晚死在女人肚皮上。 帮我！你凭什么觉得哭哭鼻子卖惨，我就会怜香惜玉啊？只可惜啊，我这个人呢，最不会心疼女人了，尤其是这种不听话的女人。蒋总，哎，你自便。 前4年的那些话，无非就是想让我答应跟他交易。唐小姐，现在没人来救你了吧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的头！我答应做你的情人，你帮我。 唐宁，这是你求我的。前4年可是江城人人忌惮的疯狗，没有几个人敢得罪他。如果我能得到他的庇佑，或许对于我和奶奶来说，也能有一条出路。是我求你，上次是我言而无信，以后任凭你处罚。 秦爷，您喜欢？不明显吗？哎呦，您看我这双眼，居然现在才看出来。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秦爷，蒋总，我这个人呢，最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了。 那就罚你一只手指头吧。秦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要是我帮你，那可就不是一只手指头那么简单了。
在放放手了吧？带着你和你的手指头一起滚。等一下，秦爷，我们的事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了，可就不刺激了。那你说，要是你敢把我和秦爷的事情说出去，下次废的可就不是一根手指头这么简单，而是……知道。趴那儿。秦爷，我今天不太方便。你是觉得说2句拒绝的话更有调情的气氛吗？不行，在没有保证奶奶的安全之前，我还是要警惕一些。万一被秦文景的人看见怎么办？秦爷，我们之前说好的，我做你的情人，你要替我出头的。想让我兑现承诺啊？是你失约在先，刚刚我可没有说过会帮你解决他们。但是，你如果让我开心的话，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。那你想做什么？让我的大侄子来看看我们回春宫怎么样？不可以。大侄子，来315包房一趟，我送你个礼物。你说，让他看见我们2个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？要不然，就那天晚上怎么样？小叔，你在里边吗？要不要和你的未婚夫打个招呼？小叔，那我进去了啊。秦思年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会听话的。你也不想秦文景进来吧？他进来不就打扰了我们的好事吗？不想让他进来啊？那就弄出点动静来吧。小叔，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。秦思年这个人平时从不好女色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让他2次都按耐不住？喂，奶奶。唐宁那个丫头不是去找你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找我？难道包间里跟小叔一起的女人是唐宁？奶奶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还有点事儿。文景哥哥，怎么了嘛？你出去半天了都没回来，难道是被外面的那个女妖精给迷住了？宝贝儿，除了你，我怎么可能还会看着其他女人？我只是好奇啊。
平时秦思年深渊连个女人都见不到，但是我居然连续2次撞见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。居然还有女人能入得了他的眼呐！我倒要看看到底长什么样。回来！那可是秦思年，搅了他的好事，小心连我都保不了。哎呀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最近 KTV 不是新进了一批女人吗？说不定他就是看中了其中一个呢。能被秦思年看上的女人呐，不简单。眼下秦思年对我倒是挺有兴趣的样子，我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说不一定奶奶就有救了。什么意思？七爷，我今天有要事在身，程萧然让我把秦雯姐带回家。如果我没按照他吩咐的去做，回去又要被收拾一顿。在我身上提别的男人的名字。废话，有竞争才会有占有欲。我也不想的嘛。如果下次我一身伤来见你，你看了也会被扫兴的，不是吗？小嘴还挺甜的，说几口。随叫随到。好。对了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要是让我知道别的男人碰了你，我不介意你和蒋学威一样，身上少点什么物件儿。我知道。笑得比哭还难看，滚吧。新来的呀，愣着干啥呢？进去啊！进去啊！唐宁，这不是唐家唐大小姐吗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？看来唐大小姐为了来找秦少，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。杵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我也不想打扰你和林小姐，这不是老夫人让我出来找你吗？说今天务必要带你回家。你还真把自己当秦家少夫人了是吧？敢搬出老夫人，是换文景哥哥。这样吧，你陪江总把桌上这一排酒喝了，我或许能考虑考虑。不行，我可是你的人，怎么能陪江总喝酒呢？我的人，好啊，那我现在命令你陪江总喝酒。唐宁，你以前还是唐家千金的时候，连个笑脸都不愿意给我，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，还装什么装？陪他喝酒。没事。那个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谁干的？小时候，你什么时候跟我未婚妻关系这么好啊？居然愿意帮他。原来她是你未婚妻啊！我还以为哪个失足少女飞去慢慢大的戏耍了呢，本来还想着欲行就美呢。这媳妇儿需要帮忙吗？
不要。安宁，你什么时候跟我小叔子关系这么好？不熟，我们一点都不熟。不熟吗？刚刚我们才吵了一架。对不起啊，小叔，我也不知道你房间里别的女人，我也是找文姐太心急了，所以才不小心看到了，不该看的。是这样吗？不然呢？难不成刚刚我和侄媳妇一起？你小叔，你说哪里的话呀？我就算怀疑谁，也不可能怀疑您啊。就是我真不知道您到底看上我这里哪个姑娘了。这样，您说，我立马叫她过来陪您，以后啊，她什么都不用干，专门为您服务。这么大方？你可是我小叔啊。那我要是看上你女人呢？小叔看上唐宁？你说侄媳妇儿啊，她倒是哪儿都挺好，就是太死板了，笨拙，还不懂情趣。不然这么久了，还没让我大侄子满意。还是林大小姐好啊，在男人身下游刃有余的。只可惜啊，我嫌脏。秦思年这个王八蛋，这是拐弯抹角的羞辱我呢。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该继续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今日来呢，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替我向程小人说一声，以后少在我身边安排引线，否则来一个，我弄死你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文景哥哥，那我们还继续吗？继续个屁呀！回家。看好唐宁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说。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你看唐小姐，怎么醉得那么厉害呀？把她洗干净，送到文景的卧室，再给文景送碗醒酒汤，把上次没用完的合欢冰房里放一点，趁早让她怀上我们亲家的孩子。少爷，这是老夫人给你煮的醒酒汤。退下吧。为了勾引我，还真是费心思。等等，你干什么？你别走了。
又下药，那老东西连自己的孙子都下得了手，想抱孙子想疯了吧？不准让除我以外的男人碰你。这活阎王还真是料事如神。完了，这门从外面反锁了。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要是让我知道别的男人碰了你，我不介意你和蒋学文一样，身上少点什么物件。完了完了，这要是被秦思莲知道我和秦文景在一起，我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折腾的。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我好热，好难受。我知道你难受啊，但是你想想林元静，你得为他守身如玉啊。不管了，就你了。秦文景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奶奶。秦爷，这么晚打电话，你房间里的男人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哪有什么男人啊？那，你看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唐宁，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您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今晚手机开着，不许挂断。怎么，打搅你跟你的奸夫好事了是吗？到底谁才是那个奸夫啊？没有奸夫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秦文景一身腱子肉，关一室一晚上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我睡了哈。秦爷，找老宅的人打听清楚了，程潇今晚给秦文景下了药，估计是要和唐小姐圆房。那个老东西真是不择手段，去给我安排2个伶俐点的佣人，照顾好他。是，从没见过秦爷这么关心过一个女人，难道秦爷动心了？头怎么这么疼？昨天晚上我们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会……昨晚你被老夫人下了药，我本来是想跑的，可是你抓着我就不放，那我就。
恶心！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琳达小姐的。我还想恶心。老夫人，做得不错。那我可以去看我奶奶了吗？我要的时间不多，就2个小时。给你40分钟的时间，要是晚1秒，你知道后果。谢谢老夫人。奶奶，你还好吗？我好久都没有来看你了，是我没有一直让秦家人折腾你，但是奶奶，我真的好想你，起来跟我说说话。好吗？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去乡下开一个小房子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奶奶，你看看我。秦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又不能直接去老宅找程小人要人，只能过来找你了。行了，别哭鼻子了，好吧？等一下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？我想再陪奶奶待一会儿。10分钟。谢谢秦爷。秦爷，找人盯一下，别让他奶奶在程小然手底下出什么事儿。明白。唐小姐，秦爷，我来了。还算准时。我们别在这儿说话了。这么猴急啊？你别胡说，是因为这边到处都是老夫人的人，要是被他们看见的话，我就完了。还不跟上？去玉景山庄。秦爷，我也很想跟你回去，可是秦老夫人要是知道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，会生气的。所以，想回去啊？可以吗？我把你当情人，你把我当司机啊？我没有把你当司机，只是我在外面的时间只有40分钟。要是秦老夫人见我迟迟不回去，调查到我在您这儿，就完了。我诫命一条，倒是无所谓，我不能污了您的名声。
我知道你肯定不怕，但是这种糟心事儿，我也不想牵扯到你呀。去老宅。谢谢秦爷。停车！快停车！秦爷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不准别的男的碰你。我知道的。那不是秦思年的车吗？唐宁怎么会从他车上下来？帮我调查一下，唐宁今天去哪儿了？秦爷，温思颖温小姐回国了，此次回国就是为了跟您结婚。温家老头这么迫不及待地给他闺女找接盘侠，主意都到达我这儿来了。如果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岂不是白费他们这次心机了？那结还是不结啊？结啊，不结怎么能有好戏看呢？那唐小姐怎么办？需不需要跟她解释一下？这次订婚仪式过后，找人调查杀死他父母的真凶，算是补偿给他的礼物吧。从前秦爷一直觉得女人就是麻烦，这次主动帮唐小姐查出她父母的凶手，看来秦爷真的动心了。贱人！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医院看奶奶了，秦老夫人同意了的。还想骗我？我亲眼看见你从小叔的车上下来的。唐宁，瞒着我跟我小叔搞在一起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会玩啊！我没有，秦文景，你不喜欢我也就算了，你整天跟那个林恩静混在一起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辜负我对你的心意？我都拍下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好没拍到其他的。是，我是从秦思年的车上下来的，那是因为外面太冷了，他正巧路过，所以才送我回来的。放屁！秦思年那样的人，会允许你上他的车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，是真是假，你一试不就知道了。秦文姐这么怕秦思年，怎么敢打电话给他？也是。再说他马上就要订婚了，怎么可能会跟你在一起？秦思年要订婚了，果然我只是他的一个玩物。哎，发什么呆？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在3日后秦思年的订婚宴上栽赃他，还是栽赃他强奸我未遂？我可不敢得罪他。你要是不做，我就把你今天从秦思年车上下来的事告诉奶奶，让医院里的那个老不死早一点毕业。照片已经发你手机上了。他怎么会有这种照片？这是什么 ？AI 换头技术而已。等宴会上，你亮出来这张照片，
思年个措手不及。钱老夫人要是知道，会杀了我的。放心，等你办成这件事儿，我会替你跟奶奶解释清楚的。听说了吗？温小姐这次回国就是专门来跟秦爷定亲的，这两人还真是般配。郎才女貌有什么用？就秦爷那个性格，哪个女人能拿捏他呀？呀，这都是小事儿，重要的是联姻。温家在江城可是灰白两道混的，只要跟温家结成亲家，那秦思年在整个江城可就彻底只手遮天啦。怪不得秦文景要我搞砸这场订婚。原来是忌惮他的势力，自己不敢出手，却把我当成替死鬼。秦家就没一个好东西。等你的好消息。听不听话？我怎么说的？不准备跟他们碰你。看来又有一个男人，因为你身上少点什么东西。你别乱来。虽然我名义上是秦文景的未婚妻，但是我心和身体不都还在你这里吗？漂亮的话倒是挺会说啊。我的话说的可没有温小姐多听。怎么，吃醋了？怪我没有告诉你，我和温思颖订婚的事儿。好了，别气了。等订婚宴完事之后，我送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想要什么？不如趁现在干脆点，直接让他把我和奶奶救出秦家。他帮了，我就不用听秦文景的话了；他不帮，我以后也没必要和他周旋了。我当初跟着秦家，是因为我奶奶治病需要钱，只有秦老夫人愿意帮我。如果你也愿意帮我的话，我肯定头也不回的跟着你，真的。你想让我救你奶奶？我要是不救呢？不同意，那我只能听秦文景说的做了。看你表现吧。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？算了，不能让奶奶有一丁点危险，只能对不起秦思年了。各位，今天是二女温思颖和秦思年的订婚宴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思颖，来上来说两句。差不多可以了，再不上去，这订婚宴就要结束了。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跟思年的订婚宴。在此之前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此次回国就是为了与他完成婚礼。这是什么啊？太炸裂了！
照片里的人不是秦文景的未婚妻唐宁吗？怎么会跟秦思年纠缠在一起啊？秦爷不是和温思颖订婚了吗？怎么还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你干的？是我。我受够了被你纠缠了这么久，不想再跟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。也是为了提醒温小姐，看清这种人渣，别为了这种衣冠禽兽，放弃自己美好的人生。你这个畜生啊！我爸把妹妹女儿交给你，这就是你做的事吗？各位，我正式宣布，我女儿温思颖和秦思年的婚礼正式取消。不行，爸，不能取消。你糊涂啊！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你还找不到吗？爸，别人不可以的，我需要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他。你，爸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把这个女人处理干净。既然我女儿这么喜欢你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至于这个女人，你把她处理干净，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做得很好。谁不知道秦思年最会处罚人了？之前有一个小老板，因为说他不近人情，手段很辣，就被他的人把辣椒水灌到他的鼻腔里了。那今天唐小姐直接搞砸了他的订婚宴，这下他可死定了。它真是一只会张牙舞爪的小野猫啊！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。我劝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如果理由让我不满意的话，我有千百种方法慢慢折磨你。是秦文景让我做的。秦文景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你是他的一条狗啊！我是秦家的儿媳，我的命微不足道，可我奶奶的命还在他们手上。没有一句我爱听的。那你想听什么？说，你是因为吃醋，所以才在宴会上让我出了这么大的幺蛾子。你会信吗？我真是太惯着你了，所以才让你觉得背叛我是件无所谓的事儿。你权势滔天，你这种人根本就不会懂，随随便便就可以碾死我们这种蚂蚁。可我奶奶的命对我有多重要？我父母离世，我只有她一个亲人，我无论如何都要救她。你说这么多，是想让我心疼你啊？我没指望这么多。你不是要跟温思远结婚了吗？你要是愿意帮我，把我奶奶从程小人的手里转移出来，并且为她做手术的话，我愿意跟温小姐解释清楚。你威胁我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反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大不了放手一搏。你这是答应了？看你表现，
齐思年呢？温小姐，秦爷不在里面。滚开！您不能进去。你别忘了，你主子可是我未婚夫。打了这么多电话都不接，我看是把唐宁那个小贱人收拾到床上去了吧？滚开！温小姐，我都说秦思年，齐思年，温大小姐，我都说了，秦爷不在这儿。他人呢？秦爷去哪儿了？也不是我这种可以打听的呀。说。齐思年人呢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为什么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都没接？在酒店啊。你果然在酒店。你在哪个酒店？你在酒店干什么？在酒店还能干什么？齐思年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是不是跟唐宁那个贱人在一起？我告诉你，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他的。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温家跟你退婚啊？合同该签都签了，随温家折腾吧。还是你乖啊，像小兔子一样。再怎么折腾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。咬就咬呗，又不疼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把我奶奶转移出来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？我只是说过，看你表现。但是，你的表现并不让我满意。你骗我！那又怎么样？人渣！公司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不想帮我，那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。你要等温思颖，我有我的秦雯景。这就是你讨好金主的态度。而且，我什么时候说不帮你了？你也没说要帮我呀。那就陪好你面前的金主，没准我一高兴就答应了呢。记着啊，不要做让金主不开心的事儿。这个男人值得可信吗？尽管起变吧。爸妈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好累。来了。唐小姐，秦爷嘱咐我让我派人送您去医院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唐小姐，秦爷临走的时候特意吩咐我说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那我去换个衣服。好。秦爷，唐小姐奶奶被老宅的人控制住了，想把她移出来，恐怕不太容易啊。逃不出来那就明抢，带点能打的保镖，跟我一起去把老人家抢回来。这样公然的跟老宅的人作对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用你教啊？
开车。是。医生，这个孩子，我想留掉。这个孩子，我想留掉。唐小姐，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要是打掉的话，恐怕以后很难再怀孕。我劝您考虑清楚。奶奶都说了不让你给我做饭，家里不是有佣人吗？你看你这倒好，在厨房摔了一跤。你要真摔个什么好歹，我得愧疚死。呸呸呸！别说死字，奶奶没事，奶奶健康着呢，还要看着我们小唐宁结婚生子呢。奶奶，你也很想看到这个孩子吧？医生，这个孩子我不准备留了。好的。秦思年会不会不要这个孩子啊？能告诉他吗？他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如果认下这个孩子，那这孩子以后该以什么身份自处？喂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他就说是我肠胃不好，让我别着凉了，别再吃辣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呢。怎么会？你和温思颖的婚事在即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注意身体。秦爷，唐小姐的奶奶我们已经转移走了。回去，替我转达你的主子，人我带走了，别想抢回去。老夫人，秦思年把唐小姐的奶奶抢走了，还把兄弟几个都打了一顿。混账！明目张胆的跟我作对。秦思年把那个没用的老太太带走，到底什么目的？不能让唐宁知道这事儿。如果让他知道唯一的人质不在我们手上，估计没那么听话了。老夫人，跪下！跪好！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订婚宴的事。虽然是文景命令你这么干，但是文景不懂事，难道你是个蠢货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长着一副狐妹子的样子，你跟秦思年到底有没有那种肮脏关系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敢存那种心思？那些照片是 AI 加工的，不信你可以问文景的。哼，秦思年那种人心狠手辣，对女人不留一丝体面。你和他没有那种关系，他能让你毫发无损的回来？是我自己跑回来的。哼，真是笑话，还能有人从秦思年的手底下跑回来？真的，是因为温小姐回来了，她让我滚，所以我就跑回来了。不信，你可以派人调查一下，就知道真假了。行吧，我姑且相信你。
如果让我知道你背叛了景儿，我要让你跟你奶奶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次你奶奶她是我的错，老夫人，是我的错。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，我求你，可不可以不要牵连我的奶奶？我求你。吴妈吩咐下去，断几天那老东西的治疗，就算一次教训了。不要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秦文景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老夫人，唐小姐确实有身孕在身。自己有身孕都不知道，要是我曾孙在你手里有什么好歹，我轻饶不了你。老夫人，那我可以去看我奶奶了吗？看你为我们秦家天子有功的份上，就放他一马，在医院继续治。谢谢老夫人。那我奶奶什么时候可以手术？等你成功生下孩子再说。奶奶，这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知道，你这么伤心干嘛？文景，那天晚上的事，你都忘了吗？我这里还有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呢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拍了照片！你要是敢发给恩静，我弄死你！好了，文景，不可胡闹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夫人，我身体不太好，能不能前3个月不要把我怀孕的事情说出去，就当保胎了？有些地方确实有这种说法。警告家里的佣人，管好自己的嘴，要是谁说出去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现在只能先救太奶奶。是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想你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不行，不能被人看见，看见就麻烦了。快走！别动。程小人那老家伙干的。在订婚宴上做了那么多有辱秦家的事，程萧然怎么可能放得过我？不过你不要想着为我报仇啊！谁说要报警报仇了？想的倒挺美的。说的也对，你只是不喜欢男的碰我，程萧然又不是男的。生气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奶奶呢？我奶奶她怎么了？唐宁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呢？你奶奶的事你这么着急，我的事你丝毫不在乎。你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快说，我奶奶她怎么了？你奶奶的事儿，我答应帮你解决。真的？但是，今天你要补偿我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？胎儿在我肚子里还没满3个月，不能行房事。前4年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是真的不舒服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唐宁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你拒绝我。我今天真的不方便，前4年我求你了。睡觉，我不碰你。
你发誓？我发誓。那你睡过去。我不。这是养胎汤，把它喝完。老夫人，那我什么时候能去见我奶奶？等你把孩子生下来。那也太久了。有时间念叨你奶奶，不如花些功夫养好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别忘了，那可是你们祖孙俩的保命符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准备一下，半个月后举行你和文景的婚礼。这么快？趁着你肚子还没有显怀，赶紧把这事办了。是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天文国际那个项目被秦思年给抢了。秦思年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听说秦思年给了天文国际比我们高30%的利润，包括后续的项目也都被他给拦截了。看来文景继承秦家的事，必须要尽快，不能再被秦思年那个杂种牵着鼻子走了。谁说要报警报仇了？想的倒挺美的。难道秦思年是为我报仇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为了秦家的家产。什么？你半个月以后就要和唐宁举办婚礼了？文景哥哥，那我怎么办？放心，还不是因为他肚子里的那个孩子。我和他结婚只是走个过程，我的心还是在你这儿。啊？心在我这儿有什么用？我把一切都给了秦文景，如今要看着他和别的女人结婚，我绝不允许。因为孩子才结的婚，那我把那贱人肚子里的孩子给弄掉，不就好了吗？老夫人，你醒了？哎，小秦，你来了。你先好好休息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很好。阿宁呢？她在哪儿？她现在怎么样？唐宁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唐宁要知道你醒了呀，一定很开心。先别告诉阿宁我醒来这件事儿。为什么？阿宁现在在程潇然的眼皮子底下，他要是知道我醒了，肯定会追问我，当年杀害我们的凶手是谁。他这孩子性子急，我怕他会对程潇然做出什么，害着自己。当年唐家惨案，凶手竟然是程潇然。我明白了，老夫人，您先好好休息。阿宁这边的事情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您要是有什么事情，直接告诉我。好。金爷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老宅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。您前段时间为了唐小姐，把钱文景的几个项目抢走了不说，最近半个月亲自去美国请来了罗恩医生，过来给蒋老太太治病，还四处寻找治疗植物人的器械，也该休息几天了，要不然这身体吃不消啊。多嘴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敢告诉您，唐小姐她今天跟秦小公子结婚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秦思年也要和魏思颖结婚了。上个月发生了这种事儿，俩人还能结婚？唐小姐，我们先出去把安胎药给您拿进来。好。秦思年要结婚了，怪不得这么长时间都没来找我，看来是在准备婚礼。这样也好，希望他以后一直都别来。
进来的？你要和秦文景结婚啊？我问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他要是知道我醒了，肯定会追问我，当年杀害我们的凶手是谁。他这孩子性子急，我怕他会对程萧然做出什么，害着自己。我是秦文景的未婚妻，我嫁给他天经地义。你不是也要和温思颖结婚了吗？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总之你不能嫁给他。唐宁，唐宁。秦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唐宁人呢？刚刚还在化妆间里，难道去上厕所了？我叫了几声都没人答应，非得好好教训。快，他马上要进来了，你快躲进去。秦思年，我求你了。人呢？屋里这人呢？一群废物！婚礼马上就开始了，一个大活人都看不好，愣着干什么？找去啊！你还是快走吧，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了啊！秦思年，你别这样。我哪样？怎么？你要结婚了，就想把我这个麻烦的人给甩开是吗？秦思年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讲道理？我讲不讲道理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切都往我最终想要的目的到达。可如果我真的跟秦思年走了，那我就坐实了小三的名头。温思颖不会放过这个孩子的。呸呸呸！别说死字，奶奶没事，奶奶健康着呢，还要看着我们小唐宁结婚生子呢。秦思年，我们到此为止吧，毕竟你也要结婚了，不是吗？我不同意。唐宁，秦思年，你还是快走吧，不然一会儿他们就进来了。那不正好吗？让他看看你唐宁到底是谁的人。唐宁，秦思年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奶奶还在他们手上呢，我但凡做的有一点不如他们的意，他就可以把我和我奶奶生吞活剥。不是谁都像你一样，可以只手遮天。你奶奶她在我这儿呢。文景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半天了都不在，婚礼快开始了，知不知道？啊，那正好，我们现在一起过去。喏，你的安胎药喝完了再过去。嫁给秦文景，我的孩子才能名正言顺的平安生下来，让奶奶亲眼看见她的曾孙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肚子这么难受？哎，唐小姐怎么了？感觉不太对劲呀。怎么了？快，大宁，大宁，大宁！小叔，唐宁是我的妻子。
救救我的孩子！唐宁，唐宁，不能有事，你绝对不能有事，唐宁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现在用户大叔写出要抢救，您不能进去。怀孕？她怀孕了？以后我罩着你，我就是你的老大。你好，我叫唐宁。小唐宁，你救了她，可是以后要嫁给他做新娘子的。嫁就嫁，反正她长得那么好看，我又不吃亏。秦爷，你让我调查唐小姐，马上就要嫁人了，给我订上机票。可她即将成为您的侄媳妇儿，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这可以。我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是我受够了，被你纠缠了这么久，不想再跟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。阿宁，你不能有事儿。秦爷，查出来了，是林家千金林静做的。她担心少夫人因为孩子嫁进秦家，于是往平日喝的安胎药里下了治孕妇流产的药粉。现在把她给我带来。是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孩子保住了。我是问你，她怎么样了？孩子都保住了，孕妇自然没问题，不过后续要多加照料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前4年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的孩子呢？孩子没事儿，倒是你要多注意休息。你不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才不要做你婚姻里的小三呢！等你和温思颖结了婚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这个孩子，就当我跟秦文景的。你是想让我的孩子认别的男人当爸爸？我是不会跟温思颖结婚的，你也不能跟秦文景结婚。那你要跟谁结婚？你跟谁结都一样。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不是为了你才要生这个孩子的，我是为了我奶奶。好了，除了你，我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的。前4年，你认真的吗？当然。那我奶奶呢？我奶奶怎么办？她还在郑家人的手底下呢。我会安排好一切的，相信我。那温小姐，她要是知道你不打算跟她结婚，她会很生气吧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，是好好养胎。温思颖那边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秦爷，林小姐带来了，要我给你带过来吗？带着去收拾。找个靠谱的人，把我夫人送去我经常住的酒店套房。是。夫人。秦爷，我不知道堂弟是你的人，我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动他的。你一句不知道就想抵消我，你还差点害死我们夫人肚子里面的孩子。幸好我们夫人现在没有什么大碍，否则你们全家的命都不够赔的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秦爷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废他一条腿，给他一点教训。不要！不要！秦
这是你自找的。不要，不要！唐家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贱人，你当小三还爽是不是？一个秦文景还不够你折腾的，你现在还要勾引我的大人！你敢拦我？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当初的唐家大小姐啊？你爸妈早死了，你现在就是秦家养的一条狗！秦思年，闹够了没有？秦思年，你个王八蛋！我可是你未婚妻！你别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爸的？你在别人的婚礼上抱着别人的新娘离开，我现在是整个江城的笑话。文思雅，我已经和你爸说明了，婚姻解除。说什么？所以，我抱别的女人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另外，我可没有给别人当爹的习惯。你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我的，我最讨厌别人算计我，所以推避你们温家，就是你们算计我的代价。如果以后再敢纠缠不放，那就滚出江城。送客。秦思年，怎么样？被吓到了吧？我带你回玉景山庄，这里都被他污染了。我可不想让我的小唐年住在这儿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就在这儿吧。乖，我特地找护理师学了按摩的手法，对孕妇特别好。我回去给你按。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啊！秦思年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宝宝，你的爸爸好像接受你了。秦思年，那我奶奶她……乖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老夫人，我们去玉锦山庄要人，那秦思年不仅不把小姐还回来，还把我们都打了一顿。秦思年这个杂种，他想要干什么？奶奶，这秦思年这么在意这唐宁，他这肯定有一腿。恩静不过就是下了个药，就被他命人打断了腿，何必呢？况且这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知道。不管是不是你的，这个孩子我们都得认。不是为什么呀，奶奶？这是秦家历代传下来的家规，凡是第一个有后的，就能继承秦家70%的财产，而秦思年也在继承范围内。哦，我知道。找个眼线把那个老太太弄死，就没人知道当年唐氏夫妇被灭的真相。而秦思年就是我们的那个替罪羊。明白。奶奶，奶奶，阿宁，奶奶，真的是你，你没事，你清醒过来了。阿宁，奶奶没事，奶奶现在很健康，只要我每天坚持做康复运动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奶奶没想到还能够再见到你，多亏了小琴。都是我的错，让你沉睡这么久。这不关你的事，要怪就怪那个程萧然，是他想让护士
给我下慢性毒药，想让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。幸亏小秦及时赶到，把我救了出去，后面又派顶尖的医疗团队来救助我，这才有了我跟你相见。程小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想灭我的口，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你父母是死于他的手。我爸妈是他杀的，我竟然在仇人家待了3年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年程小冉来家里提亲，但我和你爸妈一致觉得秦文景是个不可托付的人，所以就拒绝了。只是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件事儿下狠手。秦家的家主曾立下过遗嘱，凡是第一个有孩子的，便能继承秦家的家产。但是秦文景患有弱镜症，于是程小冉就去算命。算命先生说你和秦文景八字很合，能生下孩子。我3年前还把他们当作救命稻草，不过是钱财，他们竟然不惜杀死我最重要的亲人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我爸妈报仇的。程小冉他作恶多端，害得我唐家家破人亡，那我就要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亲手将他的梦撕碎。阿宁啊，你要怎么做？送他一出好戏。不好了 ，VIP 的老太太疯了，快来些人手！别杀我儿子！别杀我儿媳！别杀我儿子！别杀我儿媳！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别杀我儿子！别杀我儿媳！奶奶，我是唐宁，我在呢。阿宁，是我的小阿宁啊！是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到底经历过什么？杀人凶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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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你看清杀人凶手是谁了吗？杀人凶手是……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！凶手是……奶奶，奶奶，我去找医生！奶奶，医生，快来！搭把手，快！快，心肺复苏！继续，继续。抱歉，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是你杀死了我爸妈，是你把我奶奶说出真相，所以你灭了她的口，你就是凶手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是。这老东西死的还真是时候，我都捏着一把汗呢，就怕他说出来。现在是高枕无忧了。半个月后的收购仪式，各家媒体都会来，到时候，我要把文景继承秦氏集团的事报道出去。提前恭喜老夫人和秦小少爷啦！老夫人，唐小姐回来了。你们几个看好他，过几日的收购仪式需要他出面，别到时候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。非常开心，各位媒体以及合伙人能够参加秦氏的收购仪式。除了这件喜事以外，我们秦家还有一件大喜事。文景，过来。我们文景有孩子了。
听说秦老先生离世前曾立下遗嘱，凡是秦家的后孙，如果能先生下孩子的，就能继承秦家财产。没错，这些年我一直是秦氏集团的掌权人。等文景的孩子一出生，我就可以正式退位了。可秦文锦远没有他小叔秦思年厉害，把秦氏交给秦文景，那不就毁了吗？这能怎么办？秦思年是个私生子，如今掌权的是秦老夫人，他怎么可能把秦家交给一个私生子啊？这孩子还没生下来就迫不及待地宣布，看来一开始就是奔着秦家家产而来的。奶奶，这舆论对咱们不利啊。他们说的没错，秦老夫人为了让自己的小孙子能够继承家业，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，甚至不惜杀死我的爸妈。唐宁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说错呀，姐姐，你患有弱精症，所以你很难有孩子。所以秦老夫人就去找了算命大师，得知我唐宁与你家小孙子八字相合，容易有孕，所以派人去我唐家提亲。可我爸妈知道他秦文景无所事事，脑袋空空，还贪图美色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。我爸妈怎么可能让我嫁给他？唐宁，你给我闭嘴！所以你们就杀死了我的爸妈，还利用我植物人的奶奶把我困在你们家里。没想到这秦家还有这种事，难怪秦老夫人愿意收留唐年，我还以为是好心呢。照这么说的话，那秦老夫人就是杀害唐家夫妇的凶手了。各位，我当年念他无家可归，好心收留他，还花重金给他奶奶治病，没想到他却倒打一耙。我看是受了旁人的挑唆，肯定是秦思年那个野种。治病？你明明是把我奶奶困在你们身边，还没日没夜的给她服用慢性毒药，就是为了不让她说出真相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老太太，证据在这儿呢。他怎么还活着？奶奶，这怎么回事？你闭嘴！这是唐家的老太太，她醒了。她可是唐家杀人案的目击者，她肯定知道凶手是谁。凶手就是他。这人证够吗？如果不够的话，还有你医院里安排那些人。不过，你给江奶奶下药的事儿，他们已经全部交代清楚了。所以，我还需要把他们带过来吗？你没事吧，奶奶？你找到证据又如何？我们文景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秦家的财产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就和你那个贱妈一样，一辈子上不了台面。听说啊，秦爷的母亲当年勾引秦家主，所以才有了秦爷。难怪秦老夫人这么讨厌他，原来是小三的儿子。老夫人对不住了，当年一切的事情，我都跟秦思年交代清楚了。秦思年的妈妈不是小三，秦思年的母亲不是小三。吴妈，我平时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老夫人，快回头吧！你给我闭嘴！我没错，都是他们负了我。谁让你母亲当年那么妖娆，迷住了你父亲？反正她都要嫁人，还不如帮我巩固地位。所以，你就帮助他给我母亲下药，还糟蹋我母亲，让她生下我，败坏我母亲的名声，还害死她，让我一辈子背负私生子的骂名，为了给你孙子和儿子腾位置是吗？那又如何？这原来是另有隐情呀！程萧然，你涉及3起命案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老夫人，都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秦思年，希望你能兑现承诺，放过我儿子孙子，也放过文景少爷。没错，是我做的。奶奶，全都是我做的。奶奶，文景，你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，他们就想打掉，也晚了。以后秦家就是你一个人的，可要替奶奶报仇啊！奶奶，什么？
老夫人，你恐怕是搞错了吧？你不妨猜猜，这孩子是谁的？唐宁，我要杀了你！妹妹，别激动。你猜的没错，孩子就是秦思年的。贱人！你个贱人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一早把你和奶奶弄死！程萧然，害人终害己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浩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带走！奶奶，奶奶！小叔，我没主见，你是知道的。都是我奶奶，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可从来没伤害过你啊。唐宁，你想怎么处置？唐宁，唐宁，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奶奶那么着急要孙子，还没有给我们领证吧？夫妻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做过你的妻子？驱逐出境，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。带走，唐宁，唐宁，小叔，秦思年。爸妈，凶手都已经伏法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可是都怪我识人不清，在仇人手底下待了这么多年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阿宁，一切都要往前看。你爸妈不会怪你的，他们在天上最想看到的，就是你能够放下过去，幸福的生活。奶奶，你还能好好活着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阿宁，奶奶能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你的面前，都是小秦的功劳。他为我找遍了全球的脑科专家，专门去美国，把医生给我请过来，还没日没夜地守着我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那你呢，阿宁？秦思年，你喜欢我吗？我爱你。那你之前还总欺负我。我那怎么了？是欺负你呢？我那只是给你一点惩罚。谁让你当初说话不算数了？当初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是啊，在很久以前。喜腾妈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，还让他们欺负你？要你管！你不会是当年那个被打了还不会还手的小傻子吧？是啊，你说过要嫁给我的，结果你说话不算数。那个时候太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不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暗恋我了？那怎么了？我很长情的好吗？哦，那秦先生现在不准备表示点什么吗？阿宁，可以嫁给我吗？阿宁，之前有欺负你的地方，我都会改正。在你的督促下，我会做一个爱老婆、爱孩子的好丈夫、好爸爸。我会用一辈子作为时间单位来爱你，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佛主保佑，保佑阿宁平安。恭喜啊，母子平安。好，是个女儿。好，好。阿宁，辛苦了，谢谢你，让我做爸爸了，让我们有了一个女儿。
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唐宁小姐为妻？尊重她，爱护她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你都愿意照顾她直到永远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秦世年先生？无论顺利或失意，你都愿意爱他、安慰他，并在一生之中永远对他忠心不变。我愿意。现在交换戒指。